实话，今天刷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的现场，小编久久缓不过来。你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绝望。原本热热闹闹的边境口岸，有奔波讨生活的货车司机，有满心期待旅途的游客，有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有做生意的当地人，大家都在好好过日子。谁也没料到一场灭顶之灾会毫无预兆地砸下来。短短几分钟，山崩泥涌，河水倒灌。路没了，电没了，信号没了，几百人瞬间被困，失联，杳无音信。每次看到这种天灾，小编最难受的从来不是宏大的灾情数据，而是数据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但也正是这场猝不及防的灾难，让小编再一次真切感受到天灾冰冷刺骨，但人间的温暖，祖国的守护永远滚烫。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键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8月26日上午10点半，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安稳。这里是中尼贸易最热闹的口岸，是很多边境家庭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无数游客奔赴高原追逐风景的打卡地。车流穿梭，人声鼎沸，平凡又热闹的日常，没有人察觉危险已经在异国的深山里悄然酝酿。灾难来临的前兆，安静的可怕。据最先察觉异常的游客回忆，一开始只是山谷里传来闷闷的巨响，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不断，不像打雷，没有闪电，没有雨声，却带着震得脚发麻的厚重感。大家还在疑惑发呆的瞬间，远处的山谷口，一道浑浊的黑黄色巨浪直冲而来，那根本不是普通的洪水，是混杂着几吨重的巨石，连根拔起的大树，万年冰川碎块的泥石流，像一头失控的巨兽，从几千米高山狂奔俯冲，一路碾碎所有阻碍。前一秒还平整畅通的马路，下一秒就被淤泥彻底覆盖；前一秒还停着货车的停车场，瞬间被洪流卷得一干二净。口岸的商铺、办公楼、便民设施硬生生被拍扁掩埋，很多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车、店铺、所有家当瞬间消失。更可怕的是，身边的亲人、陌生人转眼就没了踪影。短短几分钟，昔日繁华的边境口岸彻底变成一片狼藉的孤岛。道路彻底中断，店里全线瘫痪，手机信号完全归零，被困的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外界的人看不到现场，联系不上亲友，那种无助和恐慌，真的不敢细想。常年跑中尼跨境物流的师傅，在这片口岸奔波了好几年，见过雨急山洪，见过山体小滑坡，从来没见过这么绝望的场面。他说，泥石流下来的速度快到人类根本跑不过，完全是碾压式的毁灭。他身边不少同行、游客、当地居民就此失联，至今杳无音讯。截至8月27日晚间，这场突发灾害已经造成162人遇难，826人失联。每一个数字都是沉甸甸的牵挂和心痛。天灾无情，可人间有爱。在所有人慌乱无助、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最熟悉的那群人逆行而来，奔赴山海，只为救人。灾情发生的那一刻起，没有一秒拖延，没有一丝观望，全国救援力量全线动起来，只为和死神抢人，为生命续航。当地武警官兵是第一批冲进灾区的人。26日下午，灾情刚爆发几小时，140多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不顾山体随时塌方、二次泥石流来袭的致命风险，第一时间挺进核心受灾区域，脚下是松软淤泥，身边是悬空微石，头顶是随时坠落的碎石。他们就这样摸黑搜索，徒手清障，转移伤员，排查被困人员，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能多救一个是一个。他们的后勤和医疗队友连夜赶路，彻夜不休，深夜抵达后立刻投入工作，一秒都不敢耽误。西藏军区火速集结兵力，前线指挥组第一时间进驻现场，在混乱中搭建临时指挥部，稳住整场救援的节奏。228名官兵带着破拆工具、医疗物资、生活保障装备奔赴一线，23台保障车辆、4台工程机械同步就位。更让人安心的是，后方4790名救援力量全员待命，随时增援。祖国永远为这片边境土地兜底。最让人泪目的是跨越千里的空中驰援，灾区通信全断的那几个小时是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刻。26日下午，翼龙无人机从四川紧急起飞，
连夜跨山越河，在27日凌晨2点准时抵达灾区上空。他带着全网基站、卫星通信系统，在漆黑的高原夜空里，为失联的吉隆口岸重新点亮了生命信号，让外界终于看见灾区实况，让救援终于有了精准方向。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空中生命通道。西部战区的运20运输机紧急升空，带着战区指导组奔赴西藏，千里驰援，星夜兼程。这架大国鲲鹏载着的不只是指挥人员，更是无数人活下去的希望，是全国人民的牵挂与底气。截至27日上午，全国近700名消防人员、数十条搜救犬、数十架无人机、10余位权威专家全部扎根一线，一寸一寸排查废墟，一米一米搜寻生命痕迹。每一次紧急起飞，每一次连夜奔赴，每一次徒手搜救，都是滚烫的人心，是生生不息的希望。哪怕前路再险，困难再大，永远有人为你奔赴，为你坚守，为你兜底。很多人看完现场画面，心里都满是疑惑：好好的边境山谷，为什么会突然爆发如此毁灭性的泥石流？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么猛，让人毫无招架之力？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场灾难和我们日常见到的泥石流完全不一样。它不是普通山洪积水引发的滑坡，而是一场极其罕见、破坏力极强的高位冰岩崩连锁灾害。灾害的源头不是我国西藏境内，而是来自尼泊尔一侧的高海拔雪山深处。在人迹罕至的南唐里壤峰北坡，几千米的高山之上，常年覆盖着厚重的冰川，冰川死死贴合着山体岩石，安稳伫立了千百年。可近些年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高原冰川不断消融，雨水和融雪一点点渗入岩石缝隙，冰川内部日积月累，慢慢瓦解了山体原本稳固的结构。坚硬的岩石被泡松撑裂，厚重的冰川慢慢剥离松动，看似平静的雪山早已暗藏危机。除了气候变暖，还有一个埋藏了10年的致命隐患。2015年，尼泊尔那场8.1级超强地震彻底撼动了整片喜马拉雅山脉的地质根基。那场地震过后，无数山体内部被震得千疮百孔，表面看着完好无损，内里早已布满裂痕，松散脆弱。整整10年，这些松动的岩石和冰川一直在缓慢脱落堆积，积攒了巨量的松散物，为这场灾难埋下了无法逆转的祸根。终于在8月26日上午，临界点彻底崩塌，高位山体的冰川与岩石整体失稳，瞬间轰然坠落。巨大的冰雪岩体从数千米高空俯冲而下，超高的海拔落差让它积攒了恐怖的冲击力。下滑的过程中，不断铲刮山谷里的泥沙、碎石、树木，裹挟的物质越来越多，从单纯的冰岩崩塌，一步步演变成了横扫一切的超级泥石流。而吉隆口岸特殊的地形彻底放大了这场灾难的破坏力，把天灾的残酷推向了极致。这里是典型的高山深切峡谷，山高谷深，河道狭窄，而且刚好处在2条河流的直角交汇处。高速奔涌的泥石流洪流直冲而下，撞上坚硬的山体岩壁后无法前行，直接形成强力回水，横向横扫口岸核心区域。也就是说，原本顺着河道流淌的洪水被地形硬生生逼得转头反扑，精准冲击居民区、口岸建筑和道路设施，低处的商铺、房屋、车辆、通关设备几乎无一幸免，全部被彻底摧毁。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灾害来得如此突然，损毁如此严重，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当然，泥石流来临前一定有迹可循，山谷里突然传来沉闷的轰鸣，像火车过境，像闷雷滚动，哪怕没下雨也要立刻撤离。河水突然浑浊翻涌，裹挟大量枯枝碎石，或是好好的河水突然断流，水位暴跌，都是上游崩塌的致命信号。路边山体莫名掉土开裂鼓包，树木歪斜晃动，小动物焦躁乱窜，不肯归窝，都是山体失稳的预警。而最关键的逃生常识，很多人都做错了。遇到泥石流，绝对不能顺着沟谷往下跑，也不能往上游跑。人类的奔跑速度永远跑不过狂奔的泥浪，唯一正确的逃生方式是立刻向河道沟谷两侧的高处稳固山坡横向撤离，远离谷底，远离河道，远离低洼地带。千万不要爬树躲避，不要躲在矮墙和岩石后方。泥石流的巨大冲击力能轻易冲断树木，推倒墙
墙体根本挡不住分毫，一定要找开阔、稳固、无松动碎石的高地等待救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暴雨过后，山谷降雨结束的48小时内依旧是滑坡、泥石流的高发期，不要急着进山，不要逗留河边，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这场灾难是大自然给人类的警示，全球变暖，地质松动，极端天灾越来越频繁。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预判自然的威力，但我们永远可以相信，山河破碎之时，总有人逆行守护；灾难降临之际，总有人为生命托底。愿失联的同胞能迎来奇迹，愿遇难的逝者得以安息，愿每一位逆行的救援人员都能平安归来。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